散修，对，因为战争，那些仙门百家门生弟子死得多了，他们就去抓百姓，当炮灰，打时间长了，发现粮食供应不上了，才发现自己境下几乎没有人了，没有百姓也就没有门生，也就没有粮食。现在大多地方都是这样的，姑苏清河和岐山还剩一些人，其他的地方没人了。蓝忘机握紧拳头，他们还打吗？散修，打什么打？已经回到自己地盘了，如今姑苏百姓合起来不到10万之数，再打下去，真的把人彻底打空了，也不知夷陵之内是什么情况，我们这种有修为的根本进不去。魏无羡，不到10万，整个姑苏竟然都不到10万了。散修，应该整个修真界不到100万的人口了，彻底打空了，连温若寒都出关了。温家如今门生也就1000多人，蓝家聂家合起来也1000多人，剩了几家小家族，加起来也就100多人，打不起来了。蓝忘机眼眶红了，怎么会如此？蓝家怎会如此行事？魏无羡，走，去云深不知处。二人向着散修行礼，去了云深不知处。守门的门生还在，云深不知处也还像他听学时那样，可是魏无羡知道不一样了。门生看到蓝忘机一愣，二公子。蓝忘机抿嘴，魏无羡直接拉着蓝忘机出了云深不知处，去了清河。清河的百姓比姑苏的强一点，但不多。聂怀桑接到了清河城守卫的通知，知道了望羡二人来了，摇着扇子出了不净室的大门。魏无羡看着像是什么都没变又什么都变了的聂怀桑，笑了，怀桑兄好久不见。聂怀桑苦笑，这10年我一直在想办法进入夷陵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曾经想过废了我这身修为，可是最后还是没敢下手。魏无羡疑惑，为何？聂怀桑眼眶红了，在你们封了夷陵以后，我就发现了，这个世界不太对了，他们都打疯了，聂家刀灵问题本来就严重，大哥越来越疯狂，我派了好多没有修为的手下进入夷陵城向你求救，希望你们出来救救我大哥，可是不论我派进去多少人，也没有出来任何一个人，等到大哥，我也就放弃了，努力护住摇摇欲坠的清河。魏无羡，夷陵不是我在管，我也不见百姓，而普通百姓进入夷陵境内便出不去了。聂怀桑有些释然地笑了，一切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罢了。这些年我想了很多，若当年在云深不知处，我为你们说话，并劝住大哥，是不是大哥就会有救？你连怨气都能练，刀灵利器一定也没有问题。我一直在后悔，魏兄，当年之事对不起，我没为你说话，嘴上说着把你当兄弟，可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。魏无羡，算了，别说这些了，如今的修真界你也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要打开夷陵边界的结界，连通夷陵与修真界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，希望所谓的世家不再坑害百姓。聂怀桑，好，你出来，我聂氏奉你为主。魏无羡一愣，聂兄，你不必。聂怀桑合起扇子指着远处，魏兄，你以为我还能护住这里多久？温家兰家还能护住那1亩3分地多久？魏无羡感受着外界日渐浓郁的怨气，想了一下云深清河岐山的大阵，最多3年，怨气就会冲破几座仙府的结界。聂怀桑，是啊，3年，只要你能救救这世界，我聂氏奉你为主又如何？魏兄，你知道吗？世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，温卯起的头，门派消失，温卯和聂家、蓝家先祖一起建立了世家制度，连仙府都是起的差不多的，不夜天、不净室、不知处，也因为有先祖立下的大阵，这3处地方也成了最后的清净之地，不然这次你们出来看到的就是空无一人的修真界了。蓝忘机，你也护住了青州城。蓝忘机的意思很明显，大阵的范围不可能到和另一个城池，青州城虽然与清河城很近，可是也是有一段距离的。聂怀桑，我把聂家祖坟中所有的刀放在了青州城的4周，抑制住了怨气，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，其他的城我无能为力，不过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2座城已经装下了齐鲁大地所有的人了。魏无羡与蓝忘机抿紧了嘴，转身离去。小星月也拉着成功结鬼丹的魏长泽一起出来了。望羡带着鬼修边走边净化外界的怨气，他们2人直接飞去了岐山不夜天。小星月直接飞去了不夜天的主殿，看着温若寒，歪头，你不闭关，真的很稀奇。
温若寒，不是说你死了吗？魏家小子也死了，你们怎么又出现了？小星月，温若寒，我们确实死了，我们现在是以鬼身入道，看似活人，其实还是鬼。温若寒愣了，还可以这样吗？小星月，你说说吧，你们怎么把这个世界祸成这样？温若寒笑了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一直在闭关，最后是大长老把我闭关的大门撞碎了，我才知道成了这副模样，我也很懵的好不好？一出关就开启了温家几百年没开的祖传大阵，外面像是变成另一个乱葬岗似的，那人死的就剩那么几个歪瓜裂枣了，再过3年，这大阵也坚持不住了，我还要问问你们鬼怎么修炼呢？小星月，放心吧，这世界还有救，我儿子带着500鬼修出来净化怨气了，你们别捣乱就行。温若寒，那个占据夷陵休息怨气的魏无羡，好，若是他解决了这怨气之事，我温家奉他为主。小星月挑眉，说话算话。温若寒，我温家就剩这么1000多人，还有治下的这60万百姓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当然算话。温岚聂3家虽然龟缩在各自地盘好几年了，可是有了希望，自然不会再继续缩着了，都出来帮助鬼修们净化怨气。他们不会怨气，魏无羡便教他们灵气凝聚怨气之法，虽然速度慢了一些，可是这世界的怨气含量在慢慢降低，他们就有了动力。这一场净化净了整整3年，不但有充斥在空中的怨气，还有在战争中无辜死亡的百姓，世家的门生子弟需要他们净化。蓝家的度化曲坛的手都要断了，这3年才把这世界净化干净。还有依着不愿离开的厉鬼，蓝家本来想镇压的，可是被魏无羡亲自动手送走了。魏无羡，这世界不能再有镇压的厉鬼妖兽了，他们不断的产生怨气。后来遇到不能度化的，他们就会请望线来亲自度化了。怨气与灵气平衡的那一瞬间，整个世界像是活了一般，两种气体相生相克，互相转化，本来稀薄的灵气在怨气的转化中，两种气体都不断的增加，竟然越来越多。温若寒，原来如此，需要平衡，一味的压制怨气，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道。魏无羡，你才懂啊。温若寒勾起唇角，是啊，我居然才懂。突然对着魏无羡行了个大礼。我曾经答应过藏色，你解决了这个世界的问题，温家奉你为主，以后我便称你为尊上，温家听你调遣。聂怀桑也行了个大礼，尊上，还有聂家。蓝曦臣有些懵，看了看2人，也行了一个大礼，蓝家同样。